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行不离。上一期咱们聊了世界上最大的冰淇淋店，其实在古巴还有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美国人，那就是《老人与海》的作者海明威。1950年代的古巴首都哈瓦那已然是一座世界闻名的繁华大都市，当时的哈瓦那人甚至把美国迈阿密称为乡下，难怪海明威在这一住就是20多年。1939年以前，海明威每次到哈瓦那都会住在2个世界饭店的511房间，他把这里称为非常适合写作的地方，连卡斯特罗都曾来这里参观。酷爱饮酒的海明威曾这样留言：我的莫吉托在街中小酒馆，我的戴基里在小佛罗里达餐厅。街中小酒馆被认为是莫吉托的诞生地，墙上布满了照片和涂鸦，而小佛罗里达餐厅其特色是著名的戴基里酒，以及庆祝海明威获得诺贝尔奖的铜像。除了喝酒，海明威吃饭还经常会去哈瓦那的华人街。1940年，海明威花费18500美元在哈瓦那郊外买下了一座瞭望庄园，如今这庄园已成为古巴的海明威博物馆。博物馆中有大量的私藏品和书籍，打字机放在最高处是因为他习惯于站着写作。最著名的《老人与海》就是在这里完成的。渔船皮拉尔是海明威从美国花7000多美元买来的。在博物馆成立之前，皮拉尔一直停在哈瓦那海边的科西马尔小渔村。科西马尔是海明威出海钓鱼的地方，他和圣地亚哥钓到的鱼都是被称为海洋猛兽的马林鱼。每当钓鱼归来，海明威都会来到村里《老人与海》中的露台饭店与朋友们喝酒吃饭。其实在海明威没来古巴之前，他就住在距离科西马尔只有160多公里的美国吉维斯特。吉维斯特也是美国的海明威博物馆所在地。而在1941年，海明威还和妻子玛莎一起来过中国。海明威这一辈子做记者又是作家，上过1战2战的战场，又在非洲打猎受过重伤，他是绝对的钓鱼高手，还给钓鱼新人卡斯特罗颁过奖。海明威也曾做过苏联特工，还是唯一获准在古巴海岸带着机枪手榴弹巡逻的美国人。他非常喜欢古巴，甚至认为自己是花园类型的古巴人，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在1960年离开变了味儿的古巴，并于第2年在美国家中饮弹自尽。然而海明威却给古巴乃至全世界留下了很多很多。来自旅行找一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，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